大家好，最近娱乐圈掀起了一阵热潮，话题的中心是杨幂15年前的一篇博文，里面的一句话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杀不死就等着看我变得更强大吧，在2025年8月初突然爆火，席卷网络，单日互动量破100万。这句话为何能引发如此大的共鸣？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杨幂这句强者宣言的前世今生，以及她如何成为无数人对抗逆境的精神图腾。这一切的导火索源于赵露思的一场解约风波。2025年8月2日，赵露思发文控诉经纪公司银河酷娱传媒长期压榨，晒出重度焦虑和抑郁的诊断书，宣布我不干了。随后她连发8问回怼公司，比如回微信了吗？默默承受是在业内说我装病吗？这波操作让矛盾彻底公开化，网友一边倒地声援赵露思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翻出了杨幂2010年的博文。那一年，杨幂因拒绝续约唐人影视，遭遇角色被换、资源打压，甚至传出被导演长乖的屈辱经历。她在博客里写下的这句话，像是对命运的呐喊，也成了对抗资本压迫的象征。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揭强者运势，把这句话捧成了激励人心的金句。杨幂的这条博文为什么能火？它不仅是她个人经历的缩影，更映射了很多人对不公的愤怒和对逆境的共鸣。2010年，杨幂因拒签唐人被雪藏，资源几乎被切断，只能靠客串《美人心计》里的丫鬟角色艰难求存。但她没有抱怨，而是默默积累机会，最终凭《宫锁心玉》爆红，一举翻盘。2012年，她因力挺赵文卓得罪了甄子丹阵营，港片资源中断，她转战内地市场，依然站稳脚跟。2016年，限韩令让她的电影资源受阻，她又靠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完成加刑3.1亿的对赌协议。2019年，范思哲辱华事件让她被时尚圈短暂封杀，但到2024年，她解锁32个高定品牌，成为内娱高定第1人。这些经历串起了她杀不死就变强的传奇。杨幂的破局之路有几个关键词：不诉苦、抓风口、资本博弈。她从不公开抱怨，而是用作品说话。被问到想不想退出娱乐圈时，她说：凭什么退出？那不是碎了别人心愿。她把黑屏当草船借的箭，从不关评论、不拉黑，甚至用8个字共有从前，各有未来体面告别加刑。她抓准了宫锁心玉、三生三世的市场风口，完成了从艺人到老板的转型，成为唯一赢下对赌协议的女演员。她的每一步都是在逆境中攥紧拳头，朝着光重新站起。相比之下，赵露思的解约风波走的是另一条路。她选择公开控诉、晒病历、发长文，用舆论施压。杨幂的路径靠作品积累不可替代性，沉默中蓄力翻盘；赵露思则更依赖网络声量，直接对峙公司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人所处的行业阶段和资源基础不同。杨幂的时代，艺人更靠作品说话；如今的赵露思则在流量和舆论的加持下，选择更直接的对抗方式。网友对两人的评价也因此分化，杨幂被赞强者心态，赵露思却有人质疑她在利用舆论。但无论哪种方式，他们都在为自己发声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杨幂的博文能火，不只是因为她的经历，更因为她击中了普通人的情绪。很多人从她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，职场里的不公，被压榨的愤怒，想翻盘的渴望。杀不死就变强成了年轻人对抗现实的座右铭。评论区揭强者运势的打卡热潮，其实是大家在寻找自我激励的出口。赵露思的诊断书撕开了娱乐圈艺人心理健康的伤疤，也让人意识到行业压迫从来不是新鲜事。杨幂当年的直率回应，像是给每一个在低谷挣扎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。更深一层，这股热潮还反映了大家对真人感的怀念。杨幂早期的博客里有自嘲脚臭的调侃，有素颜照的分享，真实又接地气。如今的明星账号更多是精修图和广告，少了那种烟火气。网友翻出她的旧博文，感慨的不仅是她的强者哲学，还有那个明星敢真情流露的时代。她的清醒语录也成了共鸣的源泉。
比如他说，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，鼓励大家直面欲望和失败，脚底下有阴影，只因为你在面对着太阳，提醒我们聚焦目标，无视非议，还有时间哭不如睡觉，负情绪不隔夜。这些话句句戳心，像是生活里的指南针。杨幂的故事核心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逆境中淬炼成钢。他从资本棋子到规则制定者，靠的是3点：抓准风口，转化风险，建立国民度。宫锁心玉契合了轻工剧热潮，三生三世抓住了仙侠剧的风口。他把对赌的压力化为筹码，完成了资本逆袭。他用作品和高定资源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。正如他说的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不跌倒，而是在跌倒后依然选择站起。最后我想说，杨幂的博文火了，不只是因为她个人的传奇，更因为她点燃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火种。无论你是职场新人，还是被生活重压的普通人，她的经历都在提醒我们，逆境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放弃。只要你不被击倒，每一次跌倒都是变得更强的起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你怎么看杨幂的强者哲学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